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就在最近，因为经历过了一些生活中的小故事，还有一些深层对话，所以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一些在我们的现实当中，会使我们感受到卡顿，感觉我们自己好像一直受困在同一个思考或者是行为模式里，就好像是说，明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现在的限制还有瓶颈，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所思所想还有所言，甚至是在无形当中早就已经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状态里面，盲目的运作，然后自己却浑然不知。那么产生这些我们看得见的结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呢？深刻影响的这一些内在意识还有外在呈现的，我们习惯称之为信念。有些人以为信念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观念，或者是一句正向或是负向的语句。但是在宇宙的底层逻辑当中，如果单纯用文字还有思想观念，可能还没有办法全面来诠释所谓的信念的本质。更深刻的来说，信念对于我们人，除了像是频率的过滤器以外，也就是频率滤镜，我觉得它更像是将无形的意识频率去显影成有形的现实的实相显化器。今天这一集我们不谈传统的吸引力法则，而是要跳脱三维的视角来重新传递关于信念的本质。这其中也隐藏着你为什么会选择身处此刻实相考验之中的答案。这是一次意识扩展的机会。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接收今天的频率，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在宇宙真相当中，源头的意识是一，是纯粹，是无限，是无差别的觉知海，所以在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分离。然而当这个无限的源头想要去体验特定现象的时候，那么它就会需要一个介质来弯曲光线，划开边界。然而这个介质就是信念。你可以把信念想象成一座几何的棱镜，透过这个棱镜，源头纯粹的白光才能够透过它来折射出红橙黄绿蓝靛紫不同的颜色。所以相同的，信念的作用正是为了要设定限制。它声明了什么呢？包含了像是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是什么，以及我不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信念来画出边界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维度的分化，当然也不会有我们现在此刻所经历的时间空间还有个体的体验。所以灵魂在诞生的第一道信念其实就是我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我们的思想是电场，我们的情感是磁场。当这两者去锁定成为信念之后，它就会去形成一个稳定而且和谐的共振频率。那这个共振频率呢，它并不需要去主动去追求或者去创造实相，它会像是带有吸引力一般，自动会将宇宙当中的包括像是同频事件啊、关系啊、平行时间线全部牵引过来。这就是灵性圈常说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它真正的宇宙真理是，你所看见的外在的物质世界，并不是独立存在于你之外的实体，而是你核心信念去投影出来的全息影像。所以简单一点来说，信念就像是灵魂为了要进入到这个地球的游戏场进行体验还有创造所穿戴的滤镜眼镜。那透过这个滤镜眼镜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这个地球上来体验。所以换句话说，信念就是我们用来体验这个世界的工具。现在你可能会想问说，那么灵魂会不会永远都被同一套信念给绑架呢？但事实上，信念在灵魂穿越时空的这个历程当中，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去经历3个关键的进化阶段。那么在此生，我也深深的走过这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灵魂就像是一张白纸，它会吸收来自血脉家族、文化背景，还有集体意识的隐性信念。比如来说，我是不安全的，爱是需要争取的，光与暗是敌对的。所以在灵魂尚未觉醒之前，我们会误以为这些限制就是自己的本质，然后呢，将这些频率杂讯去称为命运，被动的被这些信念给驱动着。所以在灵魂转世还有体验的初期，这些信念会表现为灵魂的盲点还有命运。到了第2阶段当中，
当一个限制性信念被灵魂体验到极致的时候，比如来说极度的分离感、限制感或者是无价值感，这些感受呢会在灵魂的能量场域去产生一个巨大的构造张力。那这种紧绷的张力，它就会去引发我们感受到痛苦，还有灵魂暗夜。但是请明白，这些痛苦并不是来自于宇宙的惩罚，它其实是一个神圣的讯号，因为它代表的是你的灵魂旧的信念结构已经太过狭窄，它没有办法再去承载你正在扩张的意识频率。因此呢，旧信念的结构必须要崩解，才能为全新的频率来腾出空间。当旧信念结构之后，自然就会来到整合期，也就是第3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会发现你会从局中人去抽离，成为觉察者。你不会再被过去的信念所困，所以你不会盲目的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你会清楚的明白，信念呢，它只是体验这个物质世界的工具。所以在这个阶段，信念呢，对你来说，它会变成一个频率的调节器，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重新编码，也可以随时放下任何的信念，在这个当下直接去对齐新的时间线。说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既然信念的本质上就是一种限制或者是幻象，对吗？那为什么源头不让所有的灵魂直接去保持在纯粹的光还有合一当中就好了呢？因为信念在宇宙的演化当中去扮演3个非常重大的存在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一切都是为了体验，没有限制就没有体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纯粹的光，它没有办法看见它自身的光芒，所以呢，它必须要透过信念的这个临近，去将光去折射成非常丰富的光谱。所以信念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源头无形的意识得以转译成为一个具体、丰富，而且是可以被我们观察到的物质实相。第二个存在的意义是，信念是灵魂自我频率校准的镜子。你在物质世界当中所遭遇的每一次卡顿，每一个吸引来的事件，其实都是你隐性信念的全息镜像。所以信念就像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实时的反馈机制，我们可以透过外在现实的这面镜子，让灵魂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我当下正在运作的是什么样的频率，并练习调频还有转化，进而完成意识的成长还有成熟。那第3个存在的意义就是，信念其实是可以为宇宙资料库扩充的。当一个灵魂它进入到一个极度限制的信念里面，比如来说极致的分离或者是恐惧，从内部将这些信念结构穿越，然后再重新重组成爱还有和谐的频率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个灵魂呢，它不只是救赎了他自己，更精准的来说，这个灵魂在阿卡西的动态全息网格里面，去开辟了一条从极度限制去通往极度自由的全新频率通道。如果要讲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这个灵魂呢，它在宇宙的资料库当中去写入了一个全新的破关方法。那么后续的其他灵魂玩家就可以参考它这个破关的路径，去顺着这一条已经开启的通道，就会更容易的觉醒还有穿越。所以现在我要说的这句话，它非常的重要。在这一场地球游戏当中，灵魂的进化从来就不是为了要去获得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信念的空白状态，而是要去从一个被信念驱动的体验者，进化为能够自由选择、设计、流动信念的频率编码者。在历史上最有名的2位新频率的开拓者，也就是佛陀还有耶稣。如果要把佛陀在物质界所留下来的破关密码翻译成白话文的话，那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但绝不深陷于其中。佛陀告诉我们，当你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失控还有情绪的时候，只要学会像个旁观者一样去观察它，而不去粘着或者是纠缠它，你就能立刻从心智的极度痛苦还有反复循环当中抽离，体验到内在最纯粹的平静。佛陀的智慧为后世无数深陷于想法还有情绪的人去开辟了一条心智解脱的道路。而耶稣呢，在这个物质世界所留下的通关密语是，痛苦并不是终点，
而是让你脱胎换骨的契机。当我们面对令人痛心的打击还有背叛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陷入冤冤相报的循环，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内心，选择极致的宽恕还有原谅，你就能够直接跨越过去所有的纠葛还有业力，重新连结源头的力量。今天宇宙网格不再需要我们走入历史剧本那样的戏剧化，或者是极端的训导考验。现代的频率开拓者其实就是散落在日常实相的各个角落里。也许你可能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婚姻，或者是一段考验智慧的亲子互动，事业转型的瓶颈，或者是身体还有心灵的深层转化。当你在这些日常的混乱当中，选择不再用旧有的恐惧还有控制去回应，而是重新找回你内在的秩序还有信念。当你在极度的不确定当中，重新锚定源头的本自具足，那么你正在做的绝对不只是处理你个人的生活问题，你正在做的其实是在这个现实矩阵的底层架构当中进行频率的重组。你正在用你的意识张力为整个集体意识网格去写入一个新的破关的密码。所以在此刻，如果你感受到现实的考验是很沉重的，那是因为你的灵魂是具备足够的稳定的锚定力，才会去分配到那个无光的死角，为的是让你有机会去点亮第一盏灯，去开辟第一条道路。物质实相在本质上，它就是一场全息的光影游戏。我们是可以有能力去成为那个重构实相的编码者，所以我们不必害怕信念带给我们的限制，我们也不需要去对抗现实的卡顿，我们只需要看清信念的本质，结构它，穿越它，然后再重新编码使用它。在那个同时，你就是锚定源头的频率，本自具足。如果今天的影片带给你关于信念的生成共振，欢迎你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一字一句都将成为引发他人灵魂成长的光芒。我也诚挚的邀请你按下喜欢，还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并分享给你身边挚爱的家人朋友。为了传递更稳定、更具深度与温暖的频率给大家，接下来这个频道将调整为2周更新一次，让我们在更清晰的觉知当中相遇。我是朵娜，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